午夜时分，万籁俱寂，你是否也曾突然从睡梦中醒来，只因为嘴巴干得仿佛沙漠，喉咙像是冒烟了一样，干燥得令人难受。摸黑倒了杯水，咕噜咕噜喝下去，却发现口中依然干巴巴，仿佛怎么喝都解不了渴。这种半夜嘴巴发干的经历听起来再平常不过，可它背后藏着的秘密却不简单。很多人以为夜里口干只是因为白天水喝少了，或者房间里空气太干，但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。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位喜欢打哑谜的朋友，通过一个小小的口干来暗示更深层的健康状况。想象一下，你白天忙了一整天，顾不上喝水，到了晚上身体就像缺水的植物一样发出渴求，这时半夜口干，多半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补水了。简单的缺水脱水是最常见的口干原因。如果睡前吃了太咸的食物，或者喝了酒，身体也可能因为水分被榨干而在半夜警报大作。还有冬天开着暖气，夏天吹着空调入睡的人，空气干燥的仿佛让卧室变成小沙漠，醒来时自然嘴巴干裂。特别是喜欢张着嘴睡觉的人，呼呼大睡时，空气直接从嘴进出，口腔里的水分一路蒸发，舌头都快干成牛肉干一样了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生活中的小习惯都会埋下夜间口干的种子。除了这些日常原因，年龄增长也悄悄推动了口干的发生。上了年纪的人，新陈代谢放慢，唾液腺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勤快了。白天说话吃饭的时候也许没觉得怎么样，可一到晚上，唾液分泌本来就减少，嘴巴得不到足够的润滑剂，自然会变得干涩。有些人长期服用药物，比如抗过敏药、降压药、抗抑郁药等，这些药就像把水龙头拧小了一样，让唾液流不出来，口干尤其在夜深人静时变得明显。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半夜嘴巴特别干呢？原来当我们进入梦乡，身体许多功能都进入省电模式，唾液腺也开始夜间休息，唾液分泌量大大降低。白天里唾液像勤劳的小溪滋润着口腔，但夜晚它流淌缓慢，甚至几乎干涸。再加上睡觉时人不会主动喝水，几个小时下来，嘴里缺少新的水分补给。如果这时候你还在用嘴巴呼吸，或者周围环境很干燥，口腔黏膜中的水分快速蒸发，却得不到补充，就好比荒漠中最后一汪水也被晒干了。所以半夜醒来觉得嘴干，其实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。身体本来就少，供应了口水，再碰上空气干、缺水、张口呼吸这些情况，嘴巴就会干得厉害。而且唾液不仅仅是润滑剂，还是口腔的清道夫和保护神。夜里唾液少得可怜，细菌就会趁机壮大军事，难怪很多人清晨醒来觉得嘴里发黏，还有异味。这也是为什么长期口干的人更容易出现口臭和龋齿的问题。当然，偶尔一两次夜里口干不必紧张，喝点水，改善环境就能解决。但如果经常半夜渴醒，怎么喝水都难解口干，那就要当心是不是身体在按警报了。一些疾病的早期可能会通过这种微妙的方式提醒你。接下来，我们像当侦探一样，逐一揭开5个潜在的真凶。1. 糖尿病。糖尿病听起来是甜的病，可带给人的感觉却一点也不甜蜜。想象血液里糖分高的像糖浆一样粘稠，身体为了把多余的糖浆稀释排出，逼得肾脏拼命工作，大量排尿。结果呢，大量水分跟着尿液一起流失，身体一下子干渴起来，这就是糖尿病人口干的缘故。有研究统计显示，大约一半的1型糖尿病患者和接近一半的2型糖尿病患者都曾出现过口干症状。许多糖尿病患者都有3多1少的现象，吃得多、喝得多、尿得多，体重反而减少。其中夜里总是口干舌燥，就是因为血糖高导脱水，半夜渴得醒过来，就像身体里有个小偷偷偷把水分都偷走了，只留下干燥在提示你该查查血糖啦。现实中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。60岁的张阿姨最近总是半夜被渴醒，每晚要喝好几杯水，却还是口干舌燥。她原以为只是年纪大了容易缺水，谁知道体检时发现血糖高得吓人，最终确诊了糖尿病。通过控制血糖治疗后，她夜里的口干情况才明显改善。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千万不能把持续的夜间口干当成只是缺水，
有时候那真是身体在向我们敲警钟。如果你最近老是半夜口干，还总想跑厕所，白天也老觉得渴，不妨测一下血糖，别让这个甜蜜负担悄悄拖垮了身体。2. 干燥综合症。有一种病非常形象，名字里就带个干字，那就是干燥综合症。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犯糊涂，错把唾液腺、泪腺当敌人，狠狠攻击。唾液腺一旦受损，唾液分泌就像泉水被堵住了源头，涓滴难出，于是患者会感觉嘴巴干涩，眼睛也干得像进了沙子。有的患者严重时，说话或吃块饼干都得不停喝水润喉，否则就难以下咽，生活质量大受影响。45岁的李女士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，她这几个月总觉得嘴巴干涩，无论喝多少水都缓解不了，晚上睡觉经常干醒，白天眼睛也干痒难耐。起初她还以为是上火或更年期反应，没太在意，直到症状越来越重，她去医院检查，结果被确诊为干燥综合症。所幸发现及时，经过针对性的治疗和保养，李女士的症状有所控制，生活终于慢慢回归了正常。李女士的经历提醒我们，特别是中年女性，如果出现长期难以缓解的口干眼干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及时就医检查。干燥综合症就像在身体里制造了一片沙漠，口干只是开始，眼干、皮肤干、关节痛等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。如果夜间口干，同时还老觉得眼睛发沙、视线模糊或者关节隐隐作痛，别犹豫，尽早去风湿免疫科看看，早期发现和治疗能够帮你把身体这片沙重新变回绿洲。3. 睡眠呼吸暂停症。不少人晚上睡觉打呼噜响震天，有人打趣说那是呼噜交响曲，可其实这呼噜声背后可能藏着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影子。睡眠呼吸暂停症的患者因为睡觉时反复发生呼吸暂停，身体缺氧，会不自觉张大嘴巴拼命呼吸。就这样，半夜里干燥的空气直接出入口腔，每呼吸一次都带走一点水分。睡一晚下来，嘴巴湿润的唾液几乎被蒸干，留下满嘴干燥。有统计显示，约1/4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问题。长期习惯张口呼吸，不仅夜里嘴干，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龋齿、咽喉炎等口腔困扰。这就像夜里有个小偷，不偷别的，专偷你嘴里的水。早上醒来，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，仿佛在沙地里趴了一夜。更糟的是，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往往睡眠质量差，白天容易疲倦、犯困，长久下去对心脏、大脑都是负担。如果你半夜总是干醒，伴随严重打鼾，白天还老觉得困倦，可能就是这个呼吸间歇的小偷在作祟。45岁的老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他体型偏胖，晚上鼾声如雷，早上醒来总觉得嘴巴又苦又干，白天也是没精神。起初他不以为意，觉得打呼噜谁都有，直到一次体检时，医生建议他做睡眠监测，才发现自己的呼吸在睡梦中竟多次暂停。确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后，老王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减肥，并在睡觉时使用了辅助呼吸的机器。几个月下来，他瘦了10几斤，晚上再也不会被渴醒，白天精神状态也好多了。好消息是，通过调整睡姿、减重或者严重时借助呼吸机等方式，可以让呼吸暂停症得到控制，嘴巴干燥的情况也会随之好转。4. 甲状腺功能异常。人体有个小小的蝴蝶形腺体叫做甲状腺，它掌管着身体的新陈代谢节奏。当甲状腺出了问题，身体节奏被打乱，也会出现口干的信号。如果甲状腺功能亢进，甲亢就好比身体发动机被踩了油门，一刻不停的高速运转，新陈代谢加快，身体像在过热，一边大量出汗，一边不停的喊渴。这类患者常常半夜口干需要喝水，同时还可能伴有心跳加速、脾气变得急躁、体重莫名下降，甚至睡觉也汗流不止。相反地，甲状腺功能减退，甲减就像发动机熄火，代谢变慢，身体仿佛被按了慢速键。甲减的人唾液腺分泌也跟着懒洋洋，嘴里没有足够唾液润滑，也会觉得干燥难耐，特别是夜里更明显。28岁的青年小刘最近就饱受夜间口干的困扰，原本体格壮实的他，近2个月却瘦了一大圈，
总是动不动就出汗口渴，脾气也变得急躁。晚上睡觉他经常半夜咳醒，白天还老是心慌手抖。起初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上火了，但后来脖子都粗了一圈，这才赶紧就医。检查结果证实小刘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。经过一段时间服药治疗，他体重逐渐回升，夜里口干和多汗的现象明显改善，人也恢复了往日的沉稳。小刘这才明白，原来之前身体一直像踩着油门在飞驰，难怪口干舌燥停不下来。不过不管甲亢还是甲减，一旦及时治疗，把甲状腺激素水平调整回正常轨道，夜里那烦人的口干也会慢慢缓解，就像失控的发动机终于恢复了平稳运转。5. 肾脏疾病。肾脏是身体的水泵和过滤器，负责平衡体内的水和电解质。一旦肾脏出现了问题，这台水泵的调节功能紊乱，身体的水分管理就会出状况。有些肾脏疾病，比如慢性肾功能不全，早期可能不会让你立刻感觉疼痛，但会通过一些细微的信号表现出来。夜间频繁口干就是其中一种。肾功能不好时，可能出现夜尿增多，也就是晚上要起夜好几趟。身体其实是在提示，水没留住，都便尿排掉了，结果细胞依然口渴，于是大脑发出信号让你醒来喝水。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叫尿崩症，它其实跟糖尿病没关系，而是肾脏对抗利尿激素不敏感，或者大脑分泌不足，导致尿像自来水一样止不住地排。这类患者简直是水桶不离手，白天黑夜不停喝水，上厕所稍微晚一点喝水就渴得受不了。总的来说，如果肾脏功能失衡，不管是慢性肾病还是尿崩症，身体都难以保持水分，该流的水留不住，嘴巴自然干燥。特别是半夜，你睡着了没法一直补水，干渴的感觉就更明显。65岁的刘大爷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，他总觉得夜里口干难耐，一晚上要起来喝水好几回，顺带上厕所的次数也增加。原本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肾功能减弱的正常现象，结果去医院一查，发现他的肾脏确实出了问题，原来是慢性肾炎导致肾功能受损。好在发现及时，通过饮食调理和药物治疗，刘大爷的肾功能基本稳定，夜里口干和夜尿多的症状也有所缓解。假如夜间口干伴随着夜尿增多、浮肿或血压异常，那就要去检查一下肾脏了，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。除了以上提到的5种主要原因，还有一些情况也会让人在夜里感到口干，比如胃酸反流会刺激食道和咽喉，让人口干口苦。再比如严重的贫血，因为血液携氧能力下降，也可能导致口腔黏膜供血不足而干燥。不过相对来说，这些因素引起夜间口干的几率没有以上几种那么常见。听了上面那么多，你可能会有些担心，半夜嘴巴干到底该怎么办？别急，除了针对具体疾病进行治疗之外，我们也有许多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可以让你的嘴巴在夜里重新湿润如泉。第一招，睡前适度补水，日常勤喝小口水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对付夜间口干更是离不开水。这位老朋友，预防夜间口干，白天就要做好准备，不要等口渴难耐才想起喝水，那时身体其实已经缺水严重了。平时就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，成年人大概每天需要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摄入，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喝下去。特别是晚饭后1-2小时，可以适当喝些水，为睡眠储备点水库，但也不要临睡前一次灌大量水，否则半夜可能因为尿急反而睡不好。正确的方法是少量多次，比如睡前1小时喝半杯温水润润喉咙，床头也可以放一杯水，万一半夜醒来口干，可以小口啜饮几口缓解症状。第二招，调节卧室湿度，营造舒适环境。如果卧室的空气干燥，任你唾液再多也架不住蒸发呀。很多人都有过冬天早晨嗓子又干又痛的经历，那就是空气干燥在作怪。这时候不妨在睡前用加湿器给房间增加点湿气。如果没有加湿器，也可以在房间角落放一盆清水，或者睡前用湿拖把拖一下地，都能让空气润些。湿润的空气就像给口腔戴上了一层保护膜，能大大减少水分流失。注意卧室不要太闷，睡前通风换气，让空气流通也很重要。另外，被子不要盖得让自己热出汗，室温保持在舒适的温度，
这样睡觉时身体不会因为过热而口渴张嘴呼吸。第3招，鼻通气了，嘴巴才能休息。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是保护口腔湿润的关键。有人天生鼻腔容易堵，或者有慢性鼻炎，导致睡觉时不得不张嘴吸气。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，可以在睡前用温盐水轻轻清洗鼻腔，或者用医生推荐的鼻喷剂减轻鼻黏膜肿胀。鼻子通气了，睡觉时就能闭上嘴巴，安静呼吸，口腔水分就不会被呼吸带走。还有些人平时没有鼻炎，但睡姿不好，仰着头睡，也容易张口。可以尝试调整睡姿，例如侧睡可以减轻打鼾和张口呼吸的概率。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小技巧，有人睡觉会在嘴唇贴一小块透气胶带，强制让自己用鼻子呼吸。不过这个方法因人而异，使用前最好确认自己鼻子真的通畅。不管怎样，记住，鼻子是加湿器，嘴巴只是通风口。白天也可以多练习鼻吸口呼的节奏，慢慢让身体习惯鼻呼吸的方式。第4招，改善生活习惯，远离干燥诱因。有时候半夜口干是自己生活中一些小马虎导致的，比如有的人睡前喜欢来一杯小酒，觉得能睡得香，但酒精会让身体脱水，也会令呼吸道变得干燥。再比如有人临睡前忍不住抽一支烟，烟雾的刺激让口腔黏膜像被火燎过一样，更加干涩难受。睡前喝浓茶或咖啡，提神就更别提了，既让你睡不着，又让你口干舌燥。总之，晚上尽量避免饮酒和含咖啡因的饮料，戒烟也是保护口腔湿润的重要一步。另外，晚餐不要吃得太咸太辣，这些重口味会让你一直口渴，也别吃得过饱，过饱可能导致胃食管反流，胃酸跑上来，不仅烧心，还刺激咽喉，让嘴巴感觉又苦又干。第5招，养护口腔健康，利用小工具。一个健康清洁的口腔，更能维持湿润的环境。每天早晚认真刷牙，睡前尤其要清洁口腔，避免食物残渣让嘴巴更干和产生异味。市面上有些专为缓解口干的无酒精漱口水、含氟牙膏，可以尝试使用。含酒精的漱口水就别用了，那只会越漱越干。白天如果口干明显，可以嚼一嚼无糖口香糖，或含一片无糖润喉糖，刺激唾液分泌，让口腔湿润起来。不过夜间睡觉就不要嚼东西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如果经常觉得嘴唇干裂，可以在睡前涂点润唇膏，保护唇部不干裂。对于严重的口干患者，药店也有人工唾液喷雾或凝胶，可以睡前喷一喷，像给口腔打一层持久的水润涂层。这些小工具和产品就像口腔的加湿帮手，用对了能让你睡觉舒适不少。另外，别忘了定期看牙医检查口腔，毕竟口干的人更容易出现蛀牙等问题，及早防范才能确保口腔健康。第6招，定期检查身体，对症下药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找出并解决引起口干的根本原因。如果半夜口干已经严重影响生活，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检查血糖，看看有没有糖尿病，抽血，看看免疫指标有没有干燥综合症的迹象，也可能让你做个睡眠监测，排查睡眠呼吸暂停，或者验血验尿，评估甲状腺和肾脏功能。找到幕后真凶后，针对疾病进行治疗，夜间口干才能真正得到改善。如果查明是药物副作用导致口干，也可以请医生调整药物种类或剂量来减轻症状。比如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后，口干会减轻，甲状腺功能紊乱纠正了，新陈代谢正常了，夜里也不会老是咳醒。干燥综合症有药物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和缓解症状。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用上助眠呼吸器或减肥后，打呼噜减轻，嘴也不那么干了。肾病患者遵照医嘱保养肾脏功能，身体水分平衡稳了，自然不在3更半夜被渴醒。在这个信息纷杂的时代，一个小小的半夜口干症状，或许就是身体寄来的重要信件。我们不需要闻风丧胆，但也不能一笑置之。正确的做法是倾听身体的声音，先从简单的生活方式入手调整，如果问题依旧，再寻求医生的帮助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既避免草结冰，又不错过早期预警。深夜醒来的那一刻，你的嘴巴也许干得像一片沙漠，但请记住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沙漠变成绿洲。
从日常多喝水，改善睡眠环境，到关注自身健康，排查潜在疾病，每一步都是在为自己的身体蓄水护航。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窗台，你再也不会因为口干而疲惫不堪，可以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昨夜细心的照料，而你也将拥有更加香甜的美梦。夜半口干不再偷偷扰乱你的梦境，而将成为过去的一个小插曲。安心入睡吧，让健康与水分守护你的每一个夜晚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摆脱半夜口干的困扰，让每一夜的睡眠都滋润香甜，